最近大家是不是有在关注2025年一出的一场大火？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0场最大面积的火灾。你没听错，我们要来聊聊这些火烧得越大，损失越严重的事件。现在让我带你一步步了解这些历史上最恐怖的火灾。第10名，澳洲黑色星期六火灾。大家来，先不要急着按滑鼠走人，我们来聊聊这场发生在2009年，烧掉大约44000多亩土地的黑色星期六火灾。说到这场火灾，简直是火爆的像是买乐透一样，让大家一夜之间就成了火灾见证者。你知道这场火灾的面积有多大吗？简单来说，大概相当于你把台北市整个包起来，然后再多点小区面积，可能就能接近了。所以假如你今天要在那片区域开个 barbecue， 估计就连你的烤肉架也得考虑到这点，火焰有可能会比你烤肉的热度还要强烈。而且这场火灾不是一般的火哦，它的规模和速度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你知道吗？整个过程几乎烧掉了一个豪宅区那么大的土地，光是住户损失的财产就可以算成个大金额了。甚至有网友调侃，这么猛的火，感觉可以换个豪车回来。当然啦，火灾的代价可是惨痛的，不只是在财产上的损失，很多人的生命和家园也都被吞噬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场火灾不是闹着玩的，就算是用了100万澳币来修复，也得大费周章。而且澳洲人民和政府都花了很多钱才让这场火渐渐平息。而且这只是其中一场，后面可有更震撼的。想知道这些火灾如何影响人民生活，赶紧跟上来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第9名，美国加州大火。加州的火灾简直是家常便饭，尤其是2018年那一场，烧了大约5万亩土地，火速蔓延的速度让人眼花缭乱，而温度也可以让你感受到我怎么好像在烤箱里的感觉。火灾烧得热闹，人们也忙着打包撤离，大家的避难生活就是一场大冒险。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加州的大火只是烧掉几片草地而已，哦不，火灾范围大得让你想象不到，许多人家的房子、农田还有果园都被吞噬，损失可不是开玩笑的哦。特别是那些爱吃鳄梨、葡萄和加州杏仁的朋友，果园一烧，价格立刻上涨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，加州大火烧了，不知道你钱包里的果仁还能剩多少。不过加州大火带来的损失绝对不是几个100万美元就能解决的，政府投入了超高的预算，不仅是为了扑灭火灾，更是为了防止下次再发生这种火山爆发式的灾难。所以想象一下，你在加州吃个披萨，还得担心旁边的火灾会不会把你的餐点烤焦，真的是火爆到不行。不过讲真的，这场火灾让加州人民更加重视防灾工作，大家也开始更加注重土地的保护，毕竟谁都不想让这种火灾一次又一次的烧得天翻地覆嘛。第8名，希腊雅典大火。2018年，希腊的雅典发生了一场让人心惊胆战的大火，烧了大约6万亩。别看它只在一个城市周围，火光照亮的范围简直比你想象的还要大，火势非常猛烈，周围的居民只能拼命逃命，甚至有人跳海逃生，真的是从天亮跑到天黑。火灾发生的速度快的就像是吃了速食面一样，一下就来了。雅典附近的居民都慌了手脚，赶紧逃命，有些人甚至直接跳海逃生。你想象一下，突然眼前的火海大到让你只能往海里跳，好像上演一场真人版的火灾逃生大作战。而且这场火灾不光是烧了土地，连住家都被波及，真的是让当地民众损失惨重。这场火灾的灾后修复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哦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，不只是扑灭火灾，还得重建居民区、保护森林，几乎让整个雅典变成了重建工地。而且火灾后连希腊的经济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，毕竟谁敢来个悠闲的度假，旁边就有火灾在烧。第7名，巴西亚马逊大火。大家可能常常听到亚马逊雨林这个名字，不只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，也是个充满各种神秘生物和动植物的地方。但是2019年那场巴西亚马逊大火可真是让大家都火力全开了。这场火灾烧掉了大约7万亩的土地，虽然比起其他火灾来说面积似乎没那么夸张，
但考虑到亚马逊的生态重要性，这场大火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生态灾难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某个角落的森林火灾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场大火简直像是拿了火炬在雨林里到处乱跑，整个亚马逊的天空都被浓烟笼罩，看起来就像是熊熊烈火的天空。而且这场火灾不是因为某个野外露营火箭发射时不小心弄着了，而是由非法砍伐森林、烧荒等人为原因引发的，真的是人类伤害自己家园的典型案例。而且火灾的影响不仅仅是把7万亩的土地烧掉那么简单，大家想想看，亚马逊可是一片全球呼吸的氧气森林，如果它一烧，全球的空气质量、气候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，甚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更别提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和植物，它们的家园被毁掉，真的是让人心痛。所以大家下次再看到亚马逊雨林这个名字时，除了想着它的美丽，别忘了也要想想它的脆弱。毕竟火灾真的能烧掉的不仅是土地，还包括我们的未来。第6名，印度卡尔纳塔克邦大火。2019年，卡尔纳塔克邦的火灾就像是火焰山的真实版，烧掉了将近9万亩的土地。这场火灾的面积虽然没有其他大火那么惊人，但你得知道，9万亩的土地可不是小事，简直就是火焰席卷全村的感觉。卡尔纳塔克邦的气候本来就偏干燥，火灾发生的速度比你用快速、卷尺量长度还要快。当地人都形容这场火灾像是火龙出没，一不小心，整个地方就变成了火海。你可以想象，那个画面应该是火光冲天，大家都在想，是要去哪儿避难呢？而且，印度的火灾可不像是在农田里偶尔放个小火。卡尔纳塔克邦的这场火灾直接影响到的，除了农作物和牧场，还有附近的村庄和居民。你知道吗？火灾一烧，不只是土地烧掉那么简单，连当地的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。印度可是农业大国，农田一烧，粮食供给就变得紧张，价格也跟着涨。那些原本便宜的印度香米，说不定过一阵子就变成了奢侈品了。第5名，美国加州清溪大火。如果说加州大火是1年1度的火灾节庆，那2018年发生的清溪大火绝对是那年最火爆的派对之一。这场火灾烧掉了大约10万亩土地，光是面积就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把台南整个包起来，再放上一些树木和草地，火苗就像是火箭发射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要说这场火灾可真不是小打小闹。加州本来就是一个火灾多发的地方，每年夏天都有不同的火灾版本，但清溪大火就是那种特大号的火灾，简直是火灾界的重磅炸弹。而且这次的火灾不仅烧了农田和森林，还威胁到了大量住宅和商场，就连明星区也没能逃过火灾的魔爪，简直是火烧连营。而且你知道加州有多干嘛？尤其是夏天，温度简直可以让你想要躲进冰箱里，再加上风速超快，这些火苗简直像是加速器，一不小心就从一片小小的森林变成了大规模的火灾。这场大火就像是千层蛋糕一样，一层又一层烧过去，大家不仅得担心家园，甚至连自家 barbecue 烤肉派对也变成了逃命派对。大家或许以为10万亩的土地很大，但你知道吗？光是灭火的费用就让当地政府的钱包瘪了。想象一下，扑灭火灾的资源和人力就像是不断烧钱，一场火灾下来，损失绝对让你吓一跳。政府也得投入几百万美元去修复森林、重建基础设施，真的是钱多到烧不完的节奏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场大火也让加州人民更加警觉，开始更加注重防火措施。所以，如果你下次去加州，记得不要轻易乱丢烟蒂，谁知道那一颗小小的火星，可能就能让你变成这场清溪大火的罪魁祸首了。第4名，西非大草原火灾。你没听错，西非的大草原上发生过火灾。2018年，大约烧掉了12万亩草地。大草原一烧起来，就像是野生火锅，那火势简直是蔓延无极限。虽然火灾损失惨重，但当地居民也学会了如何利用火灾后重生的生态系统。这场火灾就像是把整个草原丢进了烤箱里，火苗一冒，整片大草原就变成了火的海洋。而且火灾一开始蔓延得特别快，你能想象吗？
大火吞噬的速度快的就像卖烧烤的摊位一样，越烧越大，越烧越猛，大家根本没办法在火灾面前慢慢走，只有拼命逃跑，避免被火海吞没。说到影响，西非的草原可是一些当地居民的生计来源啊。火灾一来，不仅烧掉了大量的牧草，还威胁到那些依赖草原的牲畜，牧民们只好带着他们的牛羊四处逃命，甚至有些动物根本来不及跑，都被困在火海中。真的是一场灾难之后，生计没了。第3名，中国云南大火。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不只是以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而闻名。2014年那场超级大火，也让这片山水如画的地方火光四射了。那场云南大火烧掉了大约15万亩的森林，面积之大，真的是把大片大片的森林都变成了灰烬，简直就像是把整个高山草原包进火焰里，让人看了忍不住想喊：大火，快熄灭！话说这场大火不光是烧了森林，还影响了附近的村庄，甚至不少村民的家园也被卷入其中。大家看到的不是美丽的云南风光，而是熊熊烈焰，一片片森林在火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感觉就像是有个巨型吹风机把火势吹得飞快，风吹草动，火苗就蹭蹭往上跳，连扑灭火的人都来不及喘口气。不过大家也许会想，云南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火灾呢？其实除了气候干燥外，云南山地众多，火灾一旦发生，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快，再加上很多地方地形复杂，灭火工作难度超大，简直让人有种欲灭不灭的感觉，像是在玩扑火游戏一样。而且火灾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烧掉树木和草原，森林火灾直接影响到空气质量，很多城市的空气都因为烟雾变得糟糕。你看，不仅是云南，连周边的城市空气都变成了火烧云，大家都只能在家戴着口罩，根本不敢出门去呼吸香气扑鼻的云南空气了。第2名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大火。大家可能都知道黄石国家公园，那个被美国人当成国宝的地方，拥有壮丽的山脉、广袤的草原和成群的野生动物。你知道吗？1998年那场史上最惊人的黄石大火，就像一锅火爆火锅，烧掉了大约30万亩的土地。不管你是爱上那片美丽景色的游客，还是在公园里当个丛林探险者，大火来袭时，你一定会怀疑，这不是真的吧？火焰已经能把黄石公园的山都给吞噬掉了吗？火灾一开始蔓延的超级快，简直像是要跟黄石公园的间歇泉比赛，看谁喷得更猛。你能想象吗？一场大火把大片的森林、草地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给吞噬掉，火势蔓延的速度比你吃个汉堡还快。而且大家不仅得为自己的安全担心，还得为那些原本在黄石公园过得悠闲自在的小动物们捏把冷汗。谁知道大火会不会把他们的家园烧成灰？当然啦，火灾发生后，黄石公园的保护工作马上展开，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扑灭这场火灾，甚至有消防员形容，扑灭火灾就像和火山斗智斗勇，因为火势蔓延的速度真的快到让人有点无力感。不过这场火灾也给黄石公园带来了一些反思时刻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除了火灾本身的威胁，还要加强公园内外的防火措施，防止这类火灾再次发生。而且说到这场火灾，其实黄石本身就是个活火山区域，每年夏天气候干燥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引发火灾。可以说，这场火灾让黄石公园的管理者更加注重火灾预防，不然这片大自然的奇迹可能就会被火灾打个烂催。讲到这里，也希望大家下次去黄石公园时，除了欣赏美景，别忘了了解一下当地的防火措施。毕竟，一场火灾就能改变整个公园的面貌。第1名，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火。大家可能听说过西伯利亚，那个寒冷到让你想待在被窝里一整年的地方。可是2019年发生的那场西伯利亚大火，完全打破了冰雪王国的印象。这场火灾不仅规模惊人，烧掉了大约500万亩土地，简直是火焰版的超级马里奥，一路烧到底，让人惊讶的都快忘了西伯利亚是个冷的地方。想象一下，这场大火横跨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，火势蔓延的速度快到让你不敢相信。而且西伯利亚的夏季虽然不算特别热，但火灾的发生却像是烈火挑战赛，
一旦火源点燃，再加上当地的干旱和强风，简直是火花四溅，火苗一跳，就像是拿了火把在草原上奔跑。没一会儿，整个区域就变成了火海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西伯利亚的这些火灾不仅烧掉了大片森林，还带来了全球范围的环境影响。火灾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，简直让空气变得像是熏香大餐，让全球的气候变得更不稳定，甚至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气候模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，突然发现天色变得有点黑，一查才知道原来是西伯利亚的大火释放的烟雾飘过来了。这种全球连锁反应真的是前所未有。虽然火灾最终被扑灭，但这场灾难也让大家更加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。如果不加快森林保护，减少人为的火源，未来可能会迎来更多的西伯利亚大火，整个地球也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。怎么样？这些火灾的面积是不是让你瞪大眼睛？火灾一旦蔓延起来，不管它多大面积，损失都非常巨大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，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不然我可会变成下一个火灾现场的主角哦。拜拜。